大家好，在我们美国中部 Zone 5的地方，已经连续几天的白天温度只有50几度，晚上更是降到摄氏的零下，也就是华氏的32度以下。降温的当天呢，还下了点雨。气象报告也有霜冻的警告，所以我在霜冻前把现有的保暖工具搬了出来，给我的植物做了一些保护。根据往年的经验，这种突然的气温骤降到30到50度，在10月跟11月很常见。因为不是什么大风雪，所以这次的防寒措施很简单，不需要用到 greenhouse，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工具。让我们来一起看看结果怎么样吧。因为9月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夏季蔬菜改成秋季耐寒的蔬菜，所以这些植物的本身就比较不怕冷，所以其实不是太担心。而且根据以前的经验，只要气温没有降到华氏28度，其实有些植物甚至于不需要做任何的保暖措施也不会有事。我这次主要是用这种布来做简单的防寒，因为我的布是好几年前买的，这个布主要是用来防霜用的，叫做 Frost Blanket， 很透气，但是也很薄。因为怕风会把布吹跑，所以我通常是用石头来压这个布。可能是因为太粗鲁了，所以买来的时候本来是2块大布，现在已经被我弄得变成一块一块大小不一的布了，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破洞。刚好我现在的菜地还没有太规划好，秋冬的菜也是一区一区种的，拿来暂时铺着保暖抗寒一下还是可以的。这块防霜布下面是白菜、青江菜，看起来都没有受到影响。这块布的下面之前是从地里面移摘到盆里的辣椒、青椒、kale，看起来也都还不错。这块布下面是姜、油菜，看起来也不错。再来，这下面是地瓜叶，没想到地瓜叶也没有受到影响耶。虽然叶子小小的，但还是很嫩的，似乎还可以再继续撑下去。这个旧玻璃窗的下面是奶油白菜，看起来也是不错。这玻璃很方便，但是要记住玻璃不要碰到叶子哦。这个大的 container 里面是白萝卜跟快菜，就是白菜的一种。其实它们本身就比较耐寒，所以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寒。用这个 container 塑胶桶要注意的是，白天的温度如果超过了40度或者是45度，就应该要把它打开来，不然里面会因为太潮湿闷热，蔬菜有可能会受不了。用 container 很方便，但是要记住 container 跟植物之间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，不然叶子很容易受到影响。这个小的 container 里面是青江菜，看起来也都很好。至于香菜 Snow Peas、Sweet Chard、油麦菜，我没有做任何的保护措施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这几种菜如果气温没有降到30度都是 OK 的，不需要保护。这一区因为防霜布不够用了，所以我直接把稻草拿来铺一铺。因为白萝卜跟快菜其实应该是很耐寒的，也算是做个实验吧，铺的也不是很厚。
果然你看这些植物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如果没有防霜布，也可以用塑料布来代替。有些盆栽也可以直接套个塑胶袋，或者是直接套个花盆、牛奶罐子或者是大盆子，做简单的抗冷措施。如果再冷一点的话，可以用保丽龙、大的保丽龙箱或者是大纸箱直接套上去，也能做到一定的保暖作用。当然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植物防冻方法，大家也都可以去尝试。其实只要顺着大自然的走向，秋冬就种一些耐寒的蔬菜，基本的保护措施准备好了，在我们这种寒冷的地方，秋冬菜园也是可以绿意盎然的。当然，如果今年的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，12月在我们 Zone 5的地方常常会有暴风雪，气温也会降到零下20度，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小暖棚 Greenhouse。所以呢，我也会把我 DIY Greenhouse 的影片放上来给大家参考。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并点赞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